最主要的是，如果他说会，那么等到那一日，他们一家就没办法做到悄无声息的离开。李正长长叹了口气，他也是疾病乱投医了。谢丫头满打满算也就跟着张郎中学了大半年的时间，小小年纪能看什么病？唉，原本还指望着和这个丫头处好了，能在郎中那边占点便宜，现在看来又是做了无用功。谢玉渊见李正脸色不太好看，心里很清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拿了2两碎银子。李正大人，孙家搬走了，那镇上的房子我也就不用再买了，这银子你拿着，就当是辛苦钱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这事儿也没办成呢。李正大人心里惦记着就是情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啊，那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师傅的房子可有说留给谁呀？谢玉渊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那你师傅还会再回来吗？谢玉渊依旧摇摇头。屋主的房子留个半年，半年后要是还没动静啊，那庄上可就征收了。全凭李正大人做主。李正背着手离开。小姐，什么镇上的房子？什么不用还银子了？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？你不用明白。青儿，爹和娘呢？他们去地里了。青儿，以后咱们一家得关起门来过日子了。李青儿一脸不明白，难道说从前他们就没有关起门来过日子吗？几日后，李青儿总算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关起门来过日子，就如同老和尚隐居山林一样，一晃春去夏来，稻子收了一茬，足够一家人1年的嚼头。夏去秋来的时候，谢玉渊拉着爹去了趟镇上，找到了师傅留给他的房子。看到房子的瞬间，他乐了。房子不大，小小的一个门头，外加后面2个房间，很适合坐诊开堂。谢玉渊把房子的来龙去脉，还有他今后的打算一一说来，只把他那个憨厚的爹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。高崇做梦都没想到，他的女儿为了不被谢家人找到，早就在盘算着远走高飞了。爹，等重阳一过，咱们就动身可好？既不在庄上住，也不在镇上住，那咱们要往哪里去住啊？往南可去杭州府，西湖之畔景色宜人，是个宜居的好地方。往西可往边关，那里大漠风沙，苦是苦了点儿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。爹喜欢哪里？要不就去南方吧，西北风沙大，你娘受不住。爹和我想一起了，那就往南方去。南边好是好，可咱们的银子的事情爹不用怕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，总饿不死。阿元啊，你就这么怕谢家的人找上门吗？爹，女儿是真怕，难道你不怕？她也是怕的，每次梦里醒来，总要看看怀里的高氏还在不在。罢了，爹什么都听你的。一趟镇上回来后，父女俩便偷偷开始着手准备远行的事情。离重阳还有小半个月的时候，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只等着吃完重阳糕，趁夜出发。父女俩悬着的一颗心总算安稳下来。而此刻的孙家被3个亲家客气地请出家门。孙家人愁开了，3个女儿家都打过秋风了，可衙门那边愣是半点消息都没有，别说是银子了，就连小贱人春花都像是凭空消失了似的。孙老爹看着这一大家子，眉头皱着能夹死苍蝇。孙老二的身子骨是好了，可刘氏又不行了。这个妇人自从小产后，下身就淋漓不尽，别说指望再生个孙子了，就是身体能不能好利索都是个问题。大孙子被人吓了吓，胆子就跟蚂蚁似的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往被窝里钻，跟个娘们似的。孙女兰花开春以后倒是拔了不少个子，有点女人的味儿了。孙老爹的眼睛往孙女身上多瞄了几眼，一家人能不能过好日子，就看这丫头能不能嫁个好人家了。孙老娘见自家男人一言不发，大爹，这会儿咱们去哪里？孙老爹也是愁啊，回孙家庄，一家人个个灰头土脸，他丢不起那个人，可除了孙家庄又能去哪里？阿爷，我口渴，全都凉就歇一歇吧，这牛车坐的人腰酸背疼死了。狗日的，老子还用2条腿走路呢，你坐车还嫌累，出息。但大孙子要求
孙老爹心里再怒也舍不得骂一下，牵着牛走到凉亭，要了3碗茶水。孙富贵喝了凉茶闲不住，四下活动活动手脚，头一抬看到凉亭的柱子上贴着半张纸，还有半张早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了。这上头的名字和阿渊妹妹的名字一模一样啊！胡说八道什么？谁会跟那个小贱人同名同姓？没错啊，就是这一模一样的3个字，谢玉渊。奇怪了，阿渊妹妹的名字怎么被人写在纸上？哎呀，小哥，纸上的谢玉渊和你妹妹谢玉渊虽然同名，可不同命啊。啥意思啊？纸上的这个可是扬州府知县的千金，10年前不小心和他娘一道走散了，这会儿正满扬州城的找呢。好好的怎么就走散了呢？大宅门里的事谁知道啊？你要是能把人找着，那可就发了，知县大人悬赏1000两银子呢。孙老爹瞪大的眼睛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不动声色地走到半张破纸前。这上头可有写他娘叫什么吗？写了，说是叫高氏，京城人士啊。孙老爹目的一顿，高氏、谢玉渊，不就是老大家的那2位？这时连听到动静的刘氏都颤颤巍巍地从牛车上下来，一家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巨大的惊喜。孙老爹忍着内心的狂喜，老天爷有眼呐，知道孙家走投无路，给他们送银子来了。爹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上车去扬州府。这家人呐，想发财想疯了吧？重阳如期而至，李青儿往灶堂里塞了几根柴火，直到这会儿他都不敢相信今天晚上他们就要离开孙家庄，在这里生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离开呀？李青儿心里疑惑，却不敢多问。他看得出来阿渊姐这几日心事有点重，她也是舍不得的原因。谢玉渊哪里是因为舍不得，实在是重阳一日近似一日，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没妥当。至于哪里没妥当，他偏偏又想不出来。镇上的房子安顿好，往南边去的路线计划好，给李正大人的说辞，随身携带的银子，路上预备的干粮，通通都准备得妥妥帖帖。所以他实在想不明白内心深处的这份不安从何而来。阿渊，你娘呢？快让你娘过来看看这是啥。高氏听到唤声，放下针线，他眯起眼睛走到高崇身旁。高崇把螃蟹往他面前一送。啊，坏人，坏人！一会儿吃的时候啊，你就叫我好人了。哼！谢玉渊笑得直不起身，心里的阴郁一扫而光。一顿重阳团圆饭，直吃到午后未时2刻才算结束。谢玉渊将自己吃了个撑，洗了手，回到房间，倒头就睡。这一睡直到太阳落山，谢玉渊才被敲门声吵醒。刚刚院里扔来一封信，爹不识字，阿渊，你瞧瞧。上头没写字啊，奇怪。定是哪个小毛孩的恶作剧，不用理会。爹，咱们再检查一遍东西，天一黑就走。成。中秋一过，日头就短了很多。入夜，高崇将香笼一一搬上马车。青儿，把门锁上。是，阿渊姐。话音刚落，空中传来一声尖厉。等一等，怎么会有亮光？谢玉渊心里一突，心中顿时生出某种不祥的预感。谢玉渊狂奔出院子，屋子四周宛如乌鸦开会，黑压压的一片士卒。马车旁的高崇跪倒在地，脸色煞白，双手被人反绑着。谢玉渊四肢僵硬，这时也不知道从哪里挤出个人，颤颤巍巍走到谢玉渊身旁。官爷，这人就是谢小姐，您瞅瞅是不是？谢玉渊一看到这个人，眼前一黑，他瞬间就明白为什么上一世谢家在冬日找来，而这一世却提前到了重阳。孙老爹，原来是你！一匹高大的黑马越过人群，马上的男人一张脸冷肃的叫人望而生畏。谢玉渊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此人正是谢家的二爷，他的父亲谢义达。谢义达目光透过谢玉渊，落在他身后的高氏身上。阿玉，是我。这位官爷，你找谁？谢义达看到谢玉渊的一瞬间，脸色就变了。
当年抱在手上粉妆玉嫩的婴儿，竟然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官爷，她就是谢玉渊，刚刚那妇人就是高氏。闭嘴，给你的银子1分不少。阿渊，我是你爹，你还记得吗？滚！阿渊，我让你滚，你听到没有？这张脸以及这双眼睛，曾经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梦里，像雨天时身上的潮衣服，牢牢地贴在他身上，甩不脱，躲不掉，移不开，只让人恨不得刮下层皮才好。王八蛋，人渣！阿渊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是爹对不起你们。这些年，你们娘俩受苦了，爹来接你们回去。谢玉渊一张脸输得惨白惨白的，他以为重活一世，无论怎样的恨，渐渐都能冲淡。谁知再见到时，依旧锥心刺骨。你放心，你永远是爹的长女，谢家2房嫡出的小姐，你娘也永远是爹的正室。永远？谢玉渊气得上下2排牙齿咯咯直打架。没错，这就是谢家人。请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就是嫡出的小姐，就是正室。一旦目的达到了，再把他们母女俩活活逼死。来人呐，请小姐、二奶奶回去。慢着，阿渊有什么话，等回了谢府再说也不迟。有件事情等不到回谢府。父亲大人。哦，什么事啊？谢玉渊浅浅一笑，目光慢慢向孙老爹凝聚。他以为自己重生，命运的齿轮发生了变化，这一世定能逃过孙家人算计，带着爹和娘远走高飞。谁又曾想到，原来一切都在老天祭地的诡计中。既然是诡计，那就按上一世剧本写好的那样吧。孙家，他要亲手报仇。孙老爹被谢玉渊的眼神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弄清楚这丫头眼中的深意，往日里孙家对我和娘百般欺负，挨饿挨打挨骂已经算是轻的，孙老二这个畜生甚至对娘动了歪心思。如果父亲大人当着我的面将这一家人斩杀，我和娘就回谢家去。话音一落，一直低垂着头的高崇骤然间抬头睁大了眼睛。谢玉渊缓缓向他看过去，微不可察地摇了摇头。别，千算万算，咱们还是急差一招。眼下的情况就如同架在你脖子上的刀，不想回去也得回了。你别激动，也别害怕，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过日子。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娘逃离那个狼窝来找你的。咱们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高崇心里一悸，瞬间就读懂了女儿眼里的深意。没错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自己心里就算再舍不得也无济于事。后悔就后悔在自己为什么不带着他们早点离开。哎呀，关老爷，饶命呐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他们是你的妻女啊！谢小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这种下贱人一般计较啊！饶我们一条狗命吧！谢玉渊不置一词，只看着谢益达森森冷笑。大胆刁民，竟然敢不敬知县大人的妻女！来人呐！话音刚落，孙家人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，瑟瑟发抖。孙老爹本来就手脚冰凉，一看家人竟然被五花大绑的押出来，原来那狗官根本就不想给赏银。关老爷，不能够啊！是我们帮你找到他们的，你答应给我们银子的。谢益达手一挥，几个心腹把孙家人拉到屋角，手起刀落，几个闷哼后，再没有丁点的动静。高崇赫然张口，却惊得一个字也吐不出。似乎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明白了为什么女儿宁愿逃也不想回谢家那个吃人的地方。突然一道视线向他看过来，谢益达收回视线。孙家人我帮你杀了，阿元可以跟爹回去了吧？谢玉渊没有忽略谢益达看向爹的那一眼，藏在袖中的手一翻，一根银针悄无声息地从指尖露出来。孙家人都死了，和娘同床共枕10多年的爹，他们会放过吗？父亲大人，女儿还有一个要求。说。谢玉渊跪倒在地，手向高崇那边一指。我和娘之所以还能活着见到父亲，就是因为他救了我们。这些年受尽孙家人欺负，也是他挺身护着，救命之恩
恩比天大，女儿求父亲放过。比起妻子与别的男人同床共枕的恨意来，谢益达此刻心里的震惊更多一些。这丫头哪来的胆色和他谈条件，而且还谈得头头是道。既然神人，那就放了吧。多谢父亲大人开恩。谢玉渊缓缓起身，转身目光遥遥向高崇看过去。你去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别惦记我们。高崇的心像是被一瓢凉水从头浇到了尾。记得每3个月给扬州知府送封平安信，你平安，我们在那府里也就放心了。直到此刻，高崇才明白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逃。他的视线越过谢玉渊，深深地看了眼院子。院子里的高氏似有察觉一般，竟然不管不顾地走出来。青儿，拉住我娘！青儿赶紧从后面死死地抱住了高氏。高崇怕高氏疯病发作，狠狠心扭头就走。阿平，别走，回来，你别走啊，我不让你走，阿平。谢玉渊看到这一幕，心从无限的高处开始往下沉。果不其然，他看到谢益达的嘴角抽动了下，眼睛一弹，朝旁边的副将递了个眼色。副将随即将手中的长刀往前一送，谢玉渊吓得头皮发麻，他甚至来不及将手中的银针扬出，就看到那长刀将爹的胸膛刺了个对穿。爹！高崇看着胸前多出来的长刀，没由来的感到一阵阵疲惫。他只是后悔今早没有多逮几只螃蟹，多剥几只给高氏吃，还有他偷偷攒钱给他打了一只金簪子，原本想等着去了南边再给他，这下怕是来不及了。高崇从怀里掏出那只捂热了的金簪子。浩渊啊，照顾你娘。阿平。高氏一瞬间神色有些茫然，他缓缓地走到高崇身边。阿平。他嘶声惨叫，那个每夜将他紧搂在怀里的男人无声无息，再也不会回答他。高氏凤眼睁大，一头栽了下去。谢玉渊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虽然只是深秋，但秋风往他的骨头缝里吹满了冰渣。他冷冷地笑了，原来这世间的恶人躲是躲不过去的。谢家，我要回去，我以我死去的爹发誓，我会拉着你们所有人一起不得好死。一具具的尸体抬到庭院里，整整齐齐地摆成一排，为首的官兵往墙角上点上火油，迅速窜出一条长长的火龙。官兵回首看了一眼，哎呀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！害死你们的人是扬州府的知县大人，你们找他算账去。黑压压的人群退干净时，火苗已经窜得半天高。这时有几条黑影从马上匆匆落下来，为首的老者翻身下马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小姐，我来迟了。身旁3个黑衣人齐刷刷跪下，突然他们的眼睛骤然睁大，只见在冲天的火光中，一个影子伏在地上，一抽一抽地向他们爬过来。嘿，快看，还有人活着！深夜的官道上空空荡荡，年轻的车夫稳稳牵着缰绳，马车缓缓而动。二渊姐，咱们这是往哪里去啊？扬州知县家，这世间最龌龊的地方，咱们还能活着出来吗？看命吧，命好也许能，命不好了不得自己再做一次吊死鬼。到了扬州城，我和谢二爷说放你走。阿云姐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命好也好，命不好也好，我都跟着你。你可要想清楚。想得清清楚楚，我不能眼睁睁的让你和高婶去死。我力气大，能护着。谢玉渊轻轻地笑了。谢家那种地方，别说青儿护不了，就是高家的人死而复生，也未必能护住。高婶她没事儿吧？像是为了印证李青儿的话，一旁沉睡的高氏嘤咛一声，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谢玉渊见他醒了，一颗心揪到了极致。娘上一辈子的疯病，就是在见到爹惨死后慢慢恢复的。娘，
你醒了。高氏纤长的睫毛一垂，像是闭了眼似的，脸上的神色近乎是安宁。阿元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娘，你那只簪子呢？娘醒了，娘彻底清醒过来了。她伸出手，高氏牵手拿起簪子。娘，阿渊啊，你可知道娘是怎么被赶出谢府的？谢于渊没说话，他不仅知道，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我17岁从京城嫁进谢家，18人抬的大轿，嫁妆延绵数里。我父亲，也就是你外公，只有一儿一女，2个嫡出。我出嫁，带走了高家一半的家产。谢于渊眼神微微一沉，娘这话没有半点虚夸的成分。高家数代为官，曾外祖父高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清贵无比。外公高恒又曾任内务府大总管，那可是肥得不能再肥的差。高家既清贵又富贵，几代人积累下的家业根本不是谢家这种小门小户能比的。只可惜这些家产到最后都被谢家那帮狼心狗肺的东西给吞了。后来你舅舅出事，谢家人怕受牵连，连夜把娘休了，还私吞了娘的嫁妆。娘带着几个中仆去庄上过日子，8个月后生下了你。后来娘，一定是他娶的新二奶奶，怕你再回来抢他正室的位置，所以才把娘逼疯的。高世猛一眼不眨地紧紧盯着眼前的女儿。谢于渊任他打量，其实哪里是新娶的二奶奶想弄死他们，真正想弄死他们的人是他们的亲爹，借的是新二奶奶的手，因为死人才不会和他们抢银子。致命的刀子由同床共枕的男人刺出来，娘就算不死还能不疯吗？小小的马车里死一般的寂静。阿渊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为什么要把咱们娘俩再接回来？猜过，多半是高家那头起了什么变化。高氏听完这一句，展颜欣慰地笑了。老天到底是公平的，拿走了他所有的东西，却独独给了他一个聪明无双的女儿。真希望这样的聪明能让他在谢家顺顺利利地活下去。进了这个门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。靠他自己，那么也就意味着娘的疯病不会好得那么快。阿渊，你给娘记住了。什么？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？谢渊被这话里的森冷吓了一跳，他抬头对上高氏的眼睛。娘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的。深夜此时，万籁俱静，谢府的角门被敲得砰砰直响。守门的小厮暗暗咒骂了几声，出来开门。管家睡下了吗？蠢货！来人鄙夷地看了小厮一眼，甩甩袖子便进了内宅。几分钟后，谢管家脚下生风地走到福寿堂。老爷，二爷那头有消息了。怎么说？人找到了，正往府里赶，明儿个午时能够赶到。二爷让人带了家书回来，请老爷过目。门骤然打开，谢老爷那张正义凛然的脸露在月光下。谢管家忙弓了身子，把书信奉上。二爷问从哪个门进？谢老爷没答话，展开书信看了一眼。就从角门进吧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派人去内宅通知一声。是，老爷。谢老爷转身回到房里。怎么样，人还好吧？自己瞧。谢太太拿过信一看，脸青了。都和别的男人做了夫妻，这种不洁的女人还迎进府做什么？你个妇道人家，你懂个屁呀！他就是做了窑子里的姐，咱们也得照样把人客客气气的迎进门。要想在谢家活下去，就得头上带点绿。你难道就不气？不气能让人从角门进来？骗鬼呢！翌日晌午时分，马车到达谢府角门，停了下来。太太，谢家到了，咱们换了轿子进内宅吧。谢玉渊掀起帘子一角，心中连连冷笑。小妾才走角门，正是刚走正门。谢家从一开始就没把他们母女俩当人看。父亲大人，
咱们谢府这么大的府邸，怎么连个牌匾都没有？这是角门，府里的正门只有初一、15才会开。原来只是个角门啊！我听村里有见识的老人说，大户人家的小妾走的才是角门。昨儿在孙家庄的时候，父亲大人好像不是这么承诺的。这是孙家庄哪个老不死的说的？什么正室，什么嫡小姐？原来父亲大人是骗我和娘回来的。骗你们回来又怎么样？娘，都到这里了，角门就角门吧。您不说高价都超了吗？也没人替咱们撑腰。谢玉渊的声音轻轻柔柔，听在谢二爷的耳朵里，却像是凭空响了个惊雷。高家是没了，但京城内卫却一直惦记着，万一这事儿传到他耳中，那谢家岂不是99步都走过来了，还能折在这最后一步上？来人呐，开正门，请二奶奶和三小姐进府。三小姐，是驾车的下人不懂规矩，还请三小姐原谅这个。终于站到了谢府大门，谢玉渊望着眼前匾额上谢府2个大字，调整好了面部表情。二奶奶、三小姐，请上轿。谢玉渊笑笑没说话，先扶高氏坐进轿里，再在李青儿耳边低语几句，最后才低头钻进轿中。就在谢玉渊娘俩坐上软轿的时候，一个小丫鬟像阵风似的跑进了绿柳居。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人来了，是从正门进的。啪的一声，邵氏失魂落魄的从椅子上起来。正门，那可是正室才有资格走的门。这么说来，这谢家是笃笃定定要把那高氏抬上二奶奶的位置。那么她算什么？一个小妾吗？想当初她也是8人抬的大轿迎进谢府的，谢府的族谱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写着她的名字。她算什么？她还替谢家2房生下了一对嫡子嫡女。二奶奶，奴婢知道你心里头气，但再气也别气坏了身子啊。先把眼前这关过了，日后咱们再……都怪你个老货，当初手脚但凡干净点儿，我至于沦落到妻不妻、妾不妾这个地步。李嬷嬷捂着火辣辣的脸，半天没敢吱声，这一巴掌直接她的老脸都打没了。就在这时，二奶奶，二爷已经进了福寿堂，老爷太太请您去见一见人。你先去回话，就说我马上来。终于到了谢府内宅正堂，是谢家老爷太太住的地方。谢玉渊等人一走进去，二奶奶、三小姐请，老爷太太一早就等着了。与前世一模一样的话，连语气都是一样的。众人进了正堂，只见上首坐着谢府的当家人谢老爷。谢太太唇角含笑地看着堂下的2个人，这些年你们受苦了。这是老爷太太，这些年呐，一直念叨着你们，跪下磕头吧。念叨是假，诅咒是真吧？祖父、祖母，母亲这些年一直有些疯疯傻傻，这头我帮她磕。上手的2位老人忙朝儿子看过去，谢二爷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谢老爷长长松出口气，疯了好啊，疯子才能任由他们摆布。就在这当口，谢玉渊已经3个头磕完，悄声声地站了起来。我娘虽然疯了，但这疯病也是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你和她说什么她都通情达理，发起病来却也是见谁咬谁。我们庄上的郎中说了，我娘受不得刺激，还会咬人。既然如此，此后的晨昏定刑就免了，好好在房里养病吧。谢玉渊要的就是他这一句话。祖母别怕，我娘咬人不疼，也就出点血，而且她也不是什么人都咬，她咬的都是那些坏了心肠的下作小人。祖母不是怕，祖母是心疼你娘，金枝玉叶的一个人，偏偏就……老爷、太太、大奶奶、二奶奶来了。我娘是二奶奶，这会儿又来一个二奶奶，奇怪了，府里竟然有2个二奶奶，这事儿要传出去，怕是要惹笑话的。来人呐，把刚刚那个没颜色的丫鬟给我撵出去！这府里以后只有一个二奶奶，那就是高氏。老爷、
太太，奴婢错了，奴婢错了，求老爷太太别把奴婢赶出去。邵氏前脚刚进院门，后脚就听到了谢老爷的话，再抬眼一看，小丫鬟被拖出去，差点没气得昏死过去，也活该被撵出去，正室和妾室都分不清，留在这府里也是死路一条。邵氏心痛欲裂地垂下了眼睛，遮住了目光里的森冷不善。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正堂。谢玉渊听到动静，慢悠悠地转过身，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他的视线落在邵氏身上，美丽端庄优雅，可惜的是皮囊下的一颗心是黑透了的。想起往事，谢玉渊眼中闪过一丝讥诮的冷笑。邵氏一进门，往谢二爷身上看过去，看得谢二爷心头那个痛啊。他和邵氏本来就是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想着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可人儿要被高氏那个疯女人压一头，谢二爷只能暗叹造化弄人呢。阿渊呐，你来见一下，这是你的大伯母，这是邵氏。哟，这就是阿渊吧？长这么大了，可真标致啊！大伯母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头一回见，这只镯子你拿去玩吧。谢玉渊欢天喜地地接过镯子。顾氏全名顾媚，扬州城富商顾家嫡出的小姐，不识字，但为人却利落爽快。谢家上上下下，这算是个明白人。进了府别认生，缺什么少什么，只管和大伯母来说。要是受了欺负，也别忍着，我来给你撑腰。谢玉渊心中一阵柔软，前世他也是这么几句话，自己却因为隔了一房，没和他多走动，渐渐的就生分了下来。以后少不得要来唠叨大伯母的，大伯母可不要嫌我烦啊。顾氏听了这话，当下心头一惊，这丫头生在庄子，养在乡野，谁来教养她？偏偏这丫头句句话应对如流，一点都不怯生，真是难得啊。这一位便是邵姨娘吧？邵氏正在打量高氏，冷不丁听到姨娘两个字，心里简直能呕出一口老血。孙家庄也有娶大老婆小老婆的有钱人，小老婆见了大老婆，头一件事就是磕头请安，端茶递水，规矩可大了。大伯母，咱们谢府的规矩应该也是好的吧？谢府失礼出身，规矩当然是好的。我房里那两个成婚定型，一日不敢落下。那为何不见邵姨娘给我娘磕头倒茶呀？邵姨娘，你是不是心里不服气，我娘做了正事？邵氏一口银牙咬碎，活着血往肚子里咽。三小姐说笑了，我不敢。我们庄上小老婆可不敢自称我，得称妾或者奴婢。你，邵氏此刻想死的心都有。八抬大轿抬进府的人，对着一个疯子自称奴婢，他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姨娘别气啊，我说的是我们庄上的规矩，谢家的规矩也许不一样。大伯母，你房里的那几位都自称什么？顾氏素来和邵氏不对盘，谢家两房，一房为商，一房为官，为官的瞧不起为商的，邵氏更是仗着自己和太太有几分血亲关系，把管家大权牢牢握在手中，处处压大房一头，损得很。这会儿见邵氏被羞辱的连话都答不上，心里对谢玉渊的好感度直线飙升，只差在一旁高喊加油。三小姐，我那房里的几位都是自称妾，再怎么样规矩还是要守的。邵姨娘，你听见没有？此刻邵氏心里像是被炸开了一个口子，什么恨呐怨呐都没有了，就剩下眼泪哗啦啦的往外流。他这一流泪，谢二爷心疼啊，正要帮上一帮，却见他爹阴森森的目光扫过来。邵氏八面玲珑，一看这情形，只能老老实实的跪倒在高氏面前。妾请二奶奶喝茶。高氏不动，只用冷悠悠的目光看着他。主母不喊起，邵氏就只能一直举着。谢玉渊看着谢二爷青得发黑的脸，心里暗暗爽了一爽。他逼的并非邵氏，而是谢家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他要他们承认娘在谢府的地位。娘，喝茶吧，这是邵姨娘敬的。高氏如梦初醒，木讷地接过茶盏，喝了一口。要听话，谢二奶奶。
你们娘几个好好叙叙旧，晚上啊，在暖阁里摆上2桌，一家人吃个团圆饭，也让三小姐忍。谢老爷一走，谢二爷也没脸留在内宅。谢太太见自家外甥女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连戏都懒得演。大奶奶，你把人安置吧。祖母脸色瞧着不太好，好好保重着。孙女先去了。好孩子，去吧。等人都离开了，谢太太含笑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。姨母，我不活了。我的儿啊，这就是命啊，是命你就得认。姨母，我还有一双儿女呢，明明是嫡出，这一下却变成了庶出，你说让我怎么忍？是啊，做妾就做妾吧，只要吃喝拉撒都和正室一样，老二心里有他，也就是个名分的问题。等过几年，京城内卫再想不起高氏这一茬，想扶正也不是没可能的事儿。那2个孩子可不一样啊，哥儿将来的前程，姐儿将来的嫁娶，那一桩桩都是要了命的大事儿。哎，你也别急，这事儿急不得，咱们且先忍些日子，看看京城的动静再说。忍，谁不知道忍字头上一把刀？少姨娘心里大恨，前头你们谢家胆小怕死，把高氏给休了，这会儿还是胆小怕死，又把人抬进来。他这辈子是做了什么孽？凭什么要他忍？父亲，谢二爷追过去，目光环视一圈，下人们颇有眼色地退下去。何事啊？高氏母女已经找到了，咱们要不要往京里递个折子，也好让皇上安心？很是应该。那儿子这就去写。有些事啊，不必详说，一笔带过就行。只说如今高氏母女身体安康，一切平安。是，父亲。少姨娘那头你还要再敲打敲打。咱们谢家是有规矩的人，主母就是主母，妾就是妾，该尊着尊着，该敬着敬着。是。高氏身子又不好，不能让她劳力劳心，在房里静养着，找几个妥帖的时候。别的，一切等京中的旨意来了再说。儿子的一切都听父亲的。谢老爷扬长而去，一旁远远站着的谢总管忙凑上前：老爷的话都听仔细了。哦，都听明白了，知道该怎么做吗？二爷放心，青草堂上上下下都是咱们的人，盯紧些。是。入了垂花门，谢玉渊站定，细细打量他日后的居处。阿渊呐，这是青草堂，你父亲亲自为你们娘俩挑的，这些下人也都是他长过眼的，你仔细瞧瞧，要是瞧顺了眼就留下，要是瞧不顺眼，我再挑好的来。这话说得意味深长，前世的谢玉渊根本听不出这里头的门道，这一世他自然清楚，故事是在告诉他，这屋子偏僻，是你父亲不想让你们娘俩走动，下人里有他的人，为的是看住你们娘俩。你要是不想让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，我也可以帮你安排换人。谢玉渊心想，我都做了6年的鬼了，还能不吃一堑长一智吗？他心里正盘算着要如何开口。妹妹，妹妹。顾氏浑身一颤，又喜又忧，眼睛死死地看着高氏木讷的脸。妹妹是她的闺中小名，高氏嫁进来后妯娌间热络，私下里顾氏常常唤高氏阿柱，高氏也常唤她妹妹。如今高氏封归封，却还记得当年的私房话。罢了罢了。顾氏拍拍高氏的肩，一扭头对着身后的老妇人低语了几句。老妇人是顾氏陪嫁孙平家的，她立刻点了几个下人的名字，把人请出青草堂。谢渊一看那几个下人，果然都是前世作妖的人。不过只有孙平家的叫走的那几个吗？未必吧。大伯母，我在孙家庄的时候跟着村上的郎中学过几天药理。大伯母唇色带紫，眼中带白，说话微喘，是血亏之兆。顾氏微微吃惊，可用乌贼骨10钱，党参20钱，茭白术10钱，黄芷20钱，生地10钱，女贞子10钱，旱莲草10钱，仙鹤草20钱，断牡蛎发15钱，炙熬甲15钱，鳕鱼炭5钱，甘草5钱，毛根炭20钱，
藕节炭20钱，黄苓10钱，熬成中药，1日2盏，1个月就能调理好了。大伯母先谢了，走，咱们进房瞧瞧。谢玉渊见他没放在心上，也不多嘴，扶着高氏往房里走。这府里的每个奶奶和小姐身边都是2个大丫鬟，4个小丫鬟，另有几个打粗丫鬟。孙平家的，你把那几个大的领来见见礼。孙平家的，你先别忙，我和娘1天1夜没睡，累得很，又是赶了1夜的路，风尘仆仆的，还饿着肚子。哦，来人，侍候二奶奶、3小姐进面休息用饭。等顾氏和孙平家的一走，丫鬟们从打水的打水，摆饭的摆饭。青儿，你坐下来一起吃。哦，李青儿应了一声，浑然没有察觉几个大丫鬟发青的脸色。谢府上下，除了最最得宠的心腹，有哪个下人能和主子坐在一张桌子吃饭？3小姐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，我不信任你们。3人用完，谢玉渊朝李青儿递了个眼神。李青儿从进府到现在，一颗心悬在半空，然而心里再害怕，她还是拿了个小板凳往门口一放，像个门神般坐下，大有几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。娘，入了这府，你有什么可交代我的？没什么可交代的，多看多听多想，行的且看命。以后我就是个吃斋念佛的疯子，无事你不要来烦我。谢玉就着冰冷的青石砖跪下去，弯腰磕了3个头。娘疯了10年，女儿从未给娘请过安，今日这3个头便全了女儿的心思吧。高氏微微吃了一惊，目光在女儿脸上顿住，眼睛里不知道从哪里映出2簇光，微微跳动着，有点灼人。来人！庭院里4个大丫鬟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其中一个大着胆子走上前。3小姐有什么吩咐？劳烦去和大奶奶说一声，娘想在院里支个小佛堂，请她帮忙预备下。是，3小姐。谢玉渊目送她离开，看了眼3个大丫鬟，一言不发地进了里屋。这4个丫鬟，一个是谢太太的内鬼，一个是邵氏的内鬼，一个是谢老爷的内鬼，还有一个嘛，自然是谢二爷的人。青儿，你来。阿渊姐，啥事儿？青儿，没人的时候叫我一声阿渊姐，等有人的时候得叫我3小姐，这是府里的规矩，没规矩的丫鬟是要被撵出去的。三小姐，你别怕，这府里除了娘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3小姐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府里的人心眼子就像咱们庄上的煤球一样，17、8个洞，每个洞都是黑黢黢的，你明白就好。谢玉渊往他手心里塞了点碎银子，去打听一下罗妈妈这个人。罗妈妈，她以前是我娘的陪房，后来背了主，被我娘赶出了院子，你帮我偷偷找到她，带着她来见我。看夜的婆子夜里都喜欢打叶子牌喝酒，他们的嘴最碎，也最好打听。一个背了主的找她做什么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青儿，有些人对你笑，背后藏着一把刀，有些人给你冷脸子，胸膛里一颗心却是热的。行，我等天黑了再去打听。此刻的东边，回大奶奶，3小姐说二奶奶想在院里支个小佛堂，请大奶奶帮衬着。知道了，明儿就找人请了观音像回来，你去吧。是。等人离开，孙平家的上前一步，倒是个聪明的，知道关起门来过日子，日子还能过得称心些。顾氏颔首朝他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这谢府里哪有瞒得住的事儿？前脚谢二爷带了书信回来，当夜府里的上上下下都知道了高氏发疯，和别的男人睡一张床过日子的消息。高氏要不关起门来过日子，光这一府里人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给淹死。也是个可怜人。谁说不是啊？奴婢活了大半辈子，再没见过比二奶奶更可怜的人了。顾氏从美人榻上坐起来，心中早已一片清明。就说我说的，针线房里的衣裳这2天必须赶出来，金银首饰都紧着二奶奶和3小姐挑。怎么说也是当家奶奶和嫡出的小姐，不能给少姨娘比了下去。是。傍晚时分，谢太太房里的丫鬟来传饭，谢玉渊什么人都没带，就带着李青儿去了福寿堂。他故意去得迟，福寿堂里已经坐满了人，笑语不断。他一来，笑声戛然而止。谢玉渊对于自己这煞风景的性子浑然不觉，
大大方方找个空位置坐下。这是哪个房里的丫鬟，穿得这么破破烂烂？谢玉渊掀了眼皮，扫了少女一眼，鄙夷地笑了。少姨娘一子一女，一胎所生，儿子谢成林，女儿谢玉梅，因为少氏是谢太太外甥女这层关系。谢玉梅在府里几个小姐当中最得谢太太的宠，吃穿用度最为奢华，把大房的2个姐儿都比了下去。4小姐，这一位是府上的3小姐，按理呀，你要叫一声姐姐。大伯母，什么猫啊狗啊的，我都要叫姐姐，忙得过来吗我？顾氏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这话儿可和我说不着，有本事找你老子说去，休妻再娶的又不是我们大房。梅儿，不许乱说话。罢了罢了，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？还是祖母最心疼梅儿。谢玉渊只是微微一笑，并不说话。都是一家子亲姐妹，你们几个祖母都心疼，尤其是你3姐，刚刚从庄子上接回来，不懂什么礼数，我更要心疼她一点儿。原来你还真是我姐姐啊，刚刚对不住了，把你认成了侍候人的下人。头一回见，认错没什么，以后再认错那就该罚了。贱货，早晚一天我会让你和你那个娘真真正正的变成谢家的下人，等着。阿渊，你过来，这一位是你大姐谢玉清，薛长你4岁。大姐姐好。3妹妹以后常来玩。这一位是你2姐谢玉湖，薛长你2岁。2姐姐好。谢太太见女眷都到齐了，朝身后的冬梅点了下头，看看外头爷们可都回来了，要回来了便摆酒吧。是，回太太，人都回来了，已经往暖阁去了，那咱们也赶紧的吧。人都到齐，各自落座。谢玉渊环视一圈后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3姐，大家都坐了，你怎么还站着？到底是从乡下来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4妹，我在想一个问题。乡下人还会想问题，倒是稀奇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没看到2姐姐的生母，一个小妾，哪来的资格抛头露面？这不对啊，凭什么少姨娘有资格，她就没资格？同样是小妾啊。谢玉梅一下子涨红了脸，少姨娘的脸像开了染房一样。顾氏当作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，心里却暗暗地叫了一声好。谢太太心里炸开了锅，好你个乡下丫头，合着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，竟然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做起了妖。少姨娘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幽怨地看了自家男人一眼。谢二爷只觉得头痛无比，原想着把人请回来，一个疯子，一个毛还没长齐的丫头，掀不起什么风浪，哪里想到那丫头片子嘴皮子利落，半点亏都不肯吃。谢玉渊冲着谢二爷一脸恭敬道：父亲大人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谢二爷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来说我娘？要不是3丫头，你一个庶出的小姐，对着嫡出的姐姐大呼小叫，成什么体统？大伯母，你……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吃饭。一顿饭吃完，时辰不早，众人各自散去。走出暖阁，少姨娘亦步亦趋地紧跟在自家男人后面。二爷，回房再说。谢玉渊带着李青儿缓缓走回青草堂，权当消食。青儿，你记住了，大房的人可以亲近，2房的人远着些。小姐，我记住了。还有，这府里人说的话不要全信，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。李青儿鸡啄米似的点点头。去吧，去和守门的婆子聊几句。小姐，我去了，等我的好消息。谢玉渊回到房里，先去给高氏请安。高氏用了饭，已经背朝床里睡下，身体隐在棉被里，莫名有种孤寂感。谢玉渊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心堵得像被塞了一团厚厚的棉花。从前在孙家庄，娘吃完了饭，总缠着爹要去田埂上走了走，累了便让爹背着她回来。她在房里老远就能听到娘的笑声。如果可以，她真希望娘的疯病一辈子都不用好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清醒而痛苦地活着。谢玉渊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刚洗漱完，李青儿便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小姐，打听到了，罗妈妈在花房做粗使婆子，负责园子里的花花草草。等我把谢府走一遍不迷路了，就去找她。她若有什么说法，
你只告诉他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就说这些年他辛苦了。李青儿心想，这是什么话？早些睡吧，这一天怪累的。我去看看高婶，哦不，看看二奶奶睡了没有。不用去，她睡下了。这么早？天一日凉似一日，不早点睡，她能和谁说话？李青儿一听这话，想着从前高叔高婶儿对她的好，眼泪啪啪就落下来。青儿，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，你得把它藏起来。可是我想哭，回到孙家庄，日子虽然苦点儿累点儿，可过得轻松，不像现在。日子只有往前看，从来没有往后看。睡吧，就睡我身边。我和小姐睡一张床，不会坏了谢家的规矩吧？在这房里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。许是累了一天的缘故，谢玉渊沾了枕头便沉沉睡去。有人安睡，自然有人心神不宁。心神不宁的人是谢家的二小姐谢玉湖。她从暖阁回来后，在嫡母跟前说了会儿话，便去了生母薛姨娘的房间。见女儿来，薛姨娘忙把人拉着坐下。见着人了，怎么样？谢玉湖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给薛姨娘听。三小姐的性子和高氏年轻时候的性子一模一样，过刚易折。你以后若有机会，稍稍在旁边提点些。这孩子没人管教，性子野得很。姨娘是想暗中帮他。姨娘当初受过二奶奶的恩惠，二奶奶刚嫁进谢家时，你娘正好怀着你，整天担惊受怕的，就怕肚子里有个闪失，吃不下睡不着，瘦的呀都快没形了。二奶奶身边有个罗妈妈，懂一些药理，她让罗妈妈暗下里帮衬我不少。看来我这条命还是二奶奶救的。这话说的有些过，你这条命啊是你嫡母给的，她若不肯让你来这个世界上，谁也救不了。这些都是过去的话，你只记得以后见着三小姐静着些。姨娘就不怕女儿这样做了遭人记恨？二房那对母女可不是好惹的。人啊，总不能昧着良心做事，坏事做多了是有报应的。咱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。我记下了，早点回房歇着吧。二奶奶从前的旧人死的死，走的走，罗妈妈怕也是不在了的，否则女儿倒想请她帮着姨娘调养些身体。打听那么多干什么？去睡吧。一日一早，谢玉渊刚洗漱好，便听到外头有人说话。迎真打了帘子进来，是大奶奶命人给小姐送衣服首饰过来。那今儿就穿新衣裳吧。是，穿戴好，自己这三小姐也做得有模有样。我娘起了没有？哦，二奶奶已经起了，早饭已经送过来，刚摆上，让丫鬟们好生侍候着。是，今天你跟我去福寿堂请安。是，三小姐。青儿，你一会儿去东院到大奶奶跟前道声谢。李青儿等人走远，从香笼里找出几两碎银子，脑子里回忆了一下昨晚小姐告诉她去后花园的路线。谢玉渊出现在福寿堂时，少姨娘眼中闪过一丝阴霾。三小姐来了，快坐吧。少姨娘，太太免了我娘的成婚定信，二奶奶可没说免了你的，以后早晚记得给主母请安。少姨娘原本想着自己热情主动了，三小姐多少会看在她老子的份上对自己客气点，哪里想到三小姐一张嘴就拿刀往她心窝上戳。三小姐说的是，待会儿我就去给二奶奶请安去。又忘了称呼了。切，一会儿给二奶奶请安去。谢玉渊慢条斯理地笑了笑，这才坐到了椅子上。故事就喜欢看少姨娘吃瘪的样子，这个女人仗着太太喜欢，男人宠爱，恨不得事事都要压大方一头。太太，玉林阁这个月送来的首饰头面今早才到，姐儿们都在，就挑了挑吧。姑娘们大了，也该插戴起来。从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爱戴这些花呀玉啊的，如今年岁大了，再往头上插就难看喽。祖母一点也不难看，我就没见过扬州府有比祖母还体面年轻的太太，就属你这猴儿嘴甜，喜欢哪个自己挑去吧。谢玉梅如往常一样站在托盘前，长房长姐还没挑呢，庶女倒先抢了先。四妹妹，你懂规矩吗？你我一个乡野丫头都知道要知礼要谦让，四妹妹难道不知道长幼有序，嫡庶有别？
谢玉梅长长的指甲掐入掌心，万万没想到谢玉渊竟然敢跳出来责骂她。大姐姐，你先挑，三妹妹刚回来，你应该先挑。大姐姐、二姐姐都不先挑，妹妹哪敢挑啊？咱们家姑娘可真是知书达理呀，都是大奶奶你教导的好，我可不敢抢这个功，都是太太您教导的好。都挑吧，别再推让了。谢玉渊却还嫌不够似的。四妹妹，你是不是不满意自己的头面啊？怎么脸上连个笑都没有？这贱人净说些戳心窝子的话。我庄稼里多的是金儿玉儿的，不像你刚从乡下回来，什么都没见过，高兴的跟个什么似的。乡巴佬，等的就是你这一句。我从前听我娘说，她嫁到谢家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有好多金啊玉儿的，求祖母给孙女我开开眼界吧，否则四妹又得嘲笑我是从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谢太太原本还算笑眯眯的脸，一听到这话后，笑容戛然而止。谢玉渊却像是不曾察觉的样子。祖母，我娘的嫁妆单子应该还在吧？像是被棍子狠狠敲了一记脑袋，又像是被匕首狠狠刺了一刀。谢太太一口气卡在嗓子眼里，上不去下不来，别提多难受了。是，嫁妆单子还在，可嫁妆早就没了，去了哪里？一小半在她的房里，一小半在邵氏的房里，还有一小半贴补了宫中。原本以为高氏死得透透的，这嫁妆也就成了无主的嫁妆，谁又知道这个小畜生当着众人的面提了出来，简直太可恨了。祖母啊，我和我娘已经回来了，我娘虽然疯疯傻傻，但嫁妆还是由娘保管的比较好，毕竟这些东西都是高价的，她时不时的看几眼，疯病也许能好得快些呢。祖母，你说对不对？高价的东西，谢太太心中一拧，该死啊，她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？你这孩子说什么混话呢？你娘的东西祖母帮你保管的好好的，等以后得了空，我让库房整理整理，搬到你院里去。多谢祖母，祖母真是疼爱娘和我，不像别的人家把媳妇儿的庄稼占为己有。谢家是有规矩的，四妹妹听到了没有？咱们谢家人都要守规矩。谢玉梅硬生生挤出一丝笑容。老天爷，快把这个伶牙俐齿的小贱人收了去吧，别再来祸害她了。给谢太太请了安，谢家的晚辈先行告退，去族学上学。谢家的族学就设在谢老爷府上，族学还特地设了女学，读书习字、诗词书画、针绣算术都有设计。谢玉渊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，他借口还不太适应府里的生活，回了青草堂。二小姐谢玉湖想着姨娘的交代，三妹留步。二姐有事吗？三妹心直口快是好事，但凡事过犹不及，总要给自己留一点退路。二姐姐觉得我和我娘是有退路的人吗？谢玉湖一噎，但凡有退路，谁愿意再进这个龌龊淹没的地方？三妹还是要多谢二姐提点，我先回去了。二姐若是有空，不妨常常在大奶奶跟前走动走动，庶女的婚嫁都在嫡母手里，二姐姐这么好的人，也该嫁个如意郎君不是？谢玉湖嘴唇微动，却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。这是那个连庄子都没有出过的谢玉渊吗？为什么感觉像是一个历经苦难万千、看透世事的成年人？福寿堂里，谢太太脸上的恨意再也绷不住。姨母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讨债鬼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谢奶奶心道，吃下去的东西哪有再吐了出来的道理？但这话不应该她说出口，还能怎么办？该还的还，该赔的赔，谁让人回来了呢？那怎么行？那些东西将来可是要给四姐儿做嫁妆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我说，让冬梅把当初故事的嫁妆单子找出来，重新找人撰写一份。冬梅吓了一大跳，少姨娘这是要作假？那丫头没见过世面，懂什么好坏？库房里有什么不值钱的东西，通通添上去，糊弄糊弄就行了。少姨娘，万一……哪有什么万一？府里的老人都死绝了，她就是知道这个嫁妆有问题，也只能吃下这个暗亏。少姨娘，二奶奶还活着呢。哼，一个疯子，连话都不会说，还会记得自己从前的嫁妆，省省吧。冬梅，她头一扭，看着上手处的谢太太，
等他发话，就这么去办吧。等撰写完，把那份留底的单子烧了。是。而此刻的东路，这三小姐可真厉害呀！一个还未及亲的丫头，有什么厉害的？你是不知道，今儿个在福寿堂，薛姨娘听完，心里咯噔两下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哎，京城里的消息还没来，丫头这么肆无忌惮，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要是好事倒也罢了，就怕是……大奶奶，你说这京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这种事情咱们妇道人家又怎么会知道？盼着是好事吧。三小姐既然提了嫁妆的事情，不知道太太那边怎么应对。哼，我把话撂下，多半是做了假，以次充好，糊弄那丫头。只要做到死无对证，三丫头这个亏不吃也得吃。瞧着吧。谢玉渊回到房里，早饭已经摆在了桌上。大户人家吃饭讲究食不言，寝不语，谢玉渊却不喜欢这样的讲究。刚刚在福寿堂，你抽我一脚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不就是让小姐你别那么得理不饶人吗？小姐，奴婢冒死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太太到底是太太，咱们做小辈的怎么着也该敬着些。我哪里没敬着？听你的意思，我不该讨要我娘的嫁妆？太太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是小姐的东西太太不会私藏的。还有啊，四小姐怎么说也和太太沾了一层亲戚关系的，小姐你刚进府，还是忍让些为好。哦，你说说看，我该怎么忍让？迎真见她脸上笑眯眯的，胆子也就大了些。四小姐眼睛盯着那套红宝石头面看，大小姐二小姐都没拿，三小姐您也不应该拿。为什么不拿？四小姐喜欢的东西，这府里谁敢抢？好个聪明伶俐的丫鬟，竟生了一颗为主子着想的七窍玲珑心。不过你这话说得好听点，是为主子着想，说得不好听，那便是被逐。小姐，谁是你小姐？你这么把四小姐放在眼里，我可不敢做你的小姐。来人！管事嬷嬷听到动静，赶紧缩着脑袋跑进来，把这个丫鬟给我送到大奶奶面前，就说是我说的，心里眼里没我三小姐的下人，不敢用，请大奶奶换了好的人来。迎真原本是在老太太院里当差，横竖也是个二等的丫鬟，任务没完成就被撵走，太太那头能饶过她吗？三小姐，我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赶我走，您要是把我赶走了，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像你这种眼里没有主子的人，我用了才是死路一条，给我撵出去。管事嬷嬷见三小姐动了真怒，赶紧招呼进来两个婆子，一左一右把人架住了，往外拖。你算什么三小姐？香臭不知，好坏不分，白瞎了我一片为你的心。谢玉渊不怒反笑，走到屋檐下，带着难以言喻的威势和凛然。院里的下人一看，莫名生出些敬畏之意，哗啦啦跪倒一片。为我？谢玉渊冰寒的目光在每一个下人身上扫过，最后落在另外三个大丫鬟身上。你们是谁的人？进我这院里来做什么？我不想过问，不过有一点记住了，想在我这里拿月银，心里眼里就得存了我这个主子。要是起了歹心，到时候撕破了脸，就不好看了。众人一听，没一个敢吱声的。我是个乡野丫头，做事龇牙必究，谁跟我撕破脸，我便不会让他在这府里活下去。要怕的，现在就站出来，我帮你们到大奶奶跟前告了假，另寻了体面的差事。要留下的，心里想好了，想清了再留下。话落，偌大的院子里一片死寂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暗戳戳的交换了几回眼神后，哗啦啦一大半人站到院子外。谁也不是傻子，谁心里都是明镜儿似的。高氏母女说好听点，一个是二奶奶，一个是三小姐；说不好听点，也就是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棋子，将来的下场还不如他们这些做下人的呢。谢玉渊脸上没有半分难堪，反而是笑眯眯地看着地上稀稀拉拉的几个人。这些人多半是从外头刚买回来的，另一个竟然是四个大丫鬟中的一个。这人名叫阿宝。你愿意留下？三小姐，奴婢。谢玉渊听着这声音，突然仰起了头，看了看天，像极了他前世活在这世上的最后一日的天色。
那天阿宝像平常一样替她梳好了头，事后她用了早饭，早饭用完歇了片刻，阿宝捧来一碗熬好的中药。小姐，药来了，放着吧，等凉了再喝。阿宝把药放下，习惯性地闻了闻药味儿。小姐，今天这药味儿不太对，我替你尝尝。他还没来得及说好，阿宝已经喝了一口，随即一抹血色顺着他的嘴角慢慢涌出来。小姐，这药果然不对。三小姐，奴婢愿意留下。阿宝原来也是福寿堂太太跟前的人，因为长得好看，被谢老爷看中了，向太太讨要。太太笑眯眯的来问他愿意不愿意，他一口回绝说不愿意。太太问他为什么不愿意，抬了房做了姨娘，可就是半个主子了。阿宝心想，他可是长了眼睛的，远的不说，就说三爷的生母连儿子都生下了，还是死得不明不白的，他要是真的抬了房，左右活不过3、5载。太太见他不答，笑眯眯说，既然不愿意，那你就去三小姐院里避一避吧，等过些日子老爷把他忘了，再让他回去侍候，条件是要他把二奶奶和三小姐的一举一动都向太太汇报。阿宝想着先把眼前应付过去，也就应下了。现在三小姐赶人，旁人都有活路，独独他回去是羊入虎口，左右是个死，还不如跟着三小姐，至少还能死得干净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宝。你可知道，留下就只能心里眼里存我一个。奴婢知道。阿宝十分认真地点了一下头。那你就留下吧。话音刚落，李青儿闷头冲了进来，附在谢玉渊耳边低语了几句，后者嘴角那一丝浅浅的笑扬起几分。什么？把人通通都撵出来了？他愣愣地看着身边的薛姨娘。三小姐聪慧，怕是发现了什么。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，还是回过太太再说。你说那丫头刚刚11，身边又没个人教导着，她怎么就知道大宅门里的那些弯弯绕绕？大奶奶，我也想知道啊。谢太太这头刚把嫁妆的事情摆平，那头就被告知青草堂赶人，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呕出来。哎呦喂，老谢家这是做了什么孽，竟然请了尊瘟神回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太太，不如从人牙子手里再买几个伶俐的回来。哼，这主子还没做2天呢，都挑剔起下人来了，真是不像话。买什么买？既然他不要下人侍候，那就让他用那几个。就不知道老爷那边内宅的事情，爷们儿插什么手？是他自己不要的，与我们有什么干系？顾氏看了少姨娘一眼，淡淡不说话。这女人怕是忘了，前些日子她院里也赶出来好几个长得标致的丫鬟。顾氏走到青草堂时，谢玉渊手里拿着本医书，正懒懒地躺在美人榻上看书。大伯母来了。你倒是悠哉悠哉，大伯母为了你的事情2条腿都跑细了。这是刚从院里请来的观音像，还有香炉、檀香、木鱼什么的。我人小，不懂这些规矩，还请大伯母派了懂规矩的老人帮娘布置。孙平家的，老奴这就去。这时阿宝端了茶上来，眼跟前儿就剩这一个了。一个够用了，人多嘴杂，反而添了乱。你这孩子，大伯母不用替我担心，我原也没那么娇惯，加上青儿，我身边有2个大丫鬟，3、4个小丫鬟，日子已经比从前好太多了。以前在庄上洗衣做饭、喂鸡喂猪，哪样粗活不干？大伯母若是心疼我，就替我娘寻几个老实本分的下人。娘比不得我，从前在高家金枝玉叶的，受不得苦。这事要缓一缓，我会放在心上的。多谢大伯母了。哦，对了，回头见着少姨娘，让她晚上记得给娘请安。当着太太面答应的事情，现在总该兑现了才行，否则可就是言而无信的小人了。顾氏心里喊了一声阿弥陀佛，少姨娘若是听见了，怕得活活气死。傍晚，谢玉渊在自己房里用罢晚膳，刚到庭院里散步，就看到谢玉梅扶着少姨娘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过来。我娘在小佛堂礼佛，不见外人，少姨娘就在这院里给我娘磕3个头吧。阿宝，拿垫子。谢玉梅险些被谢玉渊的无耻给气疯了。谢玉渊无视她眼里的怒火，笑盈盈地看着她。这时阿宝的垫子拿过来，放在少姨娘面前。少姨娘看着面前的垫子，悲从中来，直直地跪下去。切，给二奶奶请安。
少姨娘，磕头也是要规矩的，头点地，身伏下才是大敬，否则就是大不敬。你，少姨娘一口银牙咬碎，忍着恨，恭恭敬敬地俯下身。3个头磕完，眼眶微红，宛如一个受了主母委屈的可怜的小妾。磕个头就委屈了？前辈子你们下人把我往槐树上吊的时候，也没问我委屈不委屈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姨娘心里有主母，菩萨见了都会格外保佑姨娘的。那妾就先走了。姨娘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明儿一早记得来呀。离青草堂远了，谢玉梅低声道：娘，等过些日子，京里的贵人把这2人忘了，咱们就动手。梅儿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不用咱们动手，你爹头一个要这对母女死。和少姨娘的暴怒正好相反，谢玉渊带着青儿神色平静地走出院子。从前在孙家庄，自己跟着师傅走这个村到那个庄，身上还得背个沉沉的药箱，身子骨练得结实而筋道，和府里的小姐走几步喘3喘的娇弱截然不同。看来以后自己还得将身子骨练得再结实些，才有力气对付那起子坏人。这一走便走到了后花园，此刻天色已然昏暗。李青儿朝青松背后指了指：小姐，就在那松树背后。你在这里待着，我一个走过去。小姐，放心。青松后面露出一张脸，悄然和脑海中那坚毅苍老的女人容颜重合。你就是罗妈妈？三小姐到处打听奴婢，不知道有什么事，想请你回来照顾我娘。奴婢原是背了主的，没脸回到青草堂，三小姐另请高明吧。罗妈妈，娘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你的事情，但有一点我相信，刀家出来的人只有站着生，不会跪着死。罗妈妈猝不及防地对上他的眼睛，脑里顿时一空。有那么片刻的时间，她几乎是愣愣地看着谢玉渊，半晌转不开目光。有那么片刻的时间，她几乎是愣愣地看着谢玉渊，半晌转不开目光。罗妈妈，哥哥来信说事情有些不好，让我当心些，你看咱们该怎么当心啊？二小姐，谢家胆小怕事，不足以托付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，你找个机会把奴婢赶出青草堂吧，万一有个什么，只要我还在谢府，总能暗中照拂一二。小姐，罗妈妈脸色一哀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谢玉渊蹲下去，将手落在罗妈妈的肩上，轻轻拍了几下。前世罗妈妈也是进了青草堂的，但不是她请的，而是娘去请的，而她却在谢太太和邵氏的挑唆下，误以为罗妈妈是背了主的下人，心里对她很有成见，一心想把她赶出青草堂。即便这样，罗妈妈还是明里暗里的帮着她。妈妈，起来吧，跟我去见娘，她一定很开心见到妈妈这个故人。二奶奶，她是真疯了吗？妈妈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她一直疯下去。罗妈妈眼睛骤然蹙出一团光。李青儿见两人出来，忙迎上前：小姐，把佛堂里今晚上当班的人请一请，好挪出个地方让人说话。李青儿心领神会，一扭头风风火火地请人去。罗妈妈微微皱了下眉：妈妈，这是我从庄上带来的丫鬟，心是好的，就是规矩差了点儿。小姐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隔墙有耳，咱们回院里说。趁黑回到青草堂，谢玉渊领着罗妈妈进门。蒲团上的高氏听到动静，目光在罗妈妈身上扫了一眼后，勾唇点了下头。罗妈妈跪倒在地：她金枝玉叶的小姐啊，你不必跟着我，阿渊交给你，你待他如待我。这一下不仅是罗妈妈诧异，连谢玉渊都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还小，想办法让他活下去。他姓高，命捏在别人的手里，但阿渊不是。谢有一线的生机，能将命捏在自己的手里，有罗妈妈帮衬着，生机更大些。二奶奶放心，我定以命相护。去吧。深夜子时，万籁俱寂，李青儿两只眼睛咕噜咕噜地盯着四周，一点神都不肯走。罗妈妈走到花下，用铲子往下挖，
花又在后花园里最不起眼的角落里。饶是谢府的人都精明成了精，怕也不会想到。谢玉渊心想，罗妈妈的确周到。挖了略有一盏茶的时间，罗妈妈从土里掏出一个油纸包。小姐，这是当年二奶奶让奴婢保管的东西，嫁妆单子可都在里面。在的，一式2份，谢家1份，二奶奶手里1份。小姐，你打开看看。就着月光，谢玉渊把油纸包打开，眼露惊色，竟然有这么多银子和地契、房契。当年二奶奶嫁到谢家，带走了高府1半的家产，明面上的都入了谢家的库房，暗地里二奶奶都给了奴婢，这里不过是1/10罢了。谢玉渊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他的外祖家高家那是怎样的一个存在？罗妈妈见小姐吃惊，心里那股子自豪感油然而生，刚升到喉咙口，想着谢家的无情和贪婪，又生生咽了下去。当初二奶奶被休，我就知道大事不好，忙把东西都埋了下去。后来二奶奶在庄上生下小姐，我心里又升起希望。护犊不食子啊，只要小姐在一日，二奶奶便平安一日。谁知道庄上大火那天，我半夜被噩梦吓醒，后来才知道二奶奶坏了事儿，可我死活都不敢相信二奶奶就这么没了。明明梦里她让奴婢等着她的。罗妈妈还信这个？信。再说那些个尸体烧得乌漆抹黑，谁知道是不是二奶奶？我就安下心来在府里过活。啊，对了，小姐，这些年我还在府里栽培了一些人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小姐回到谢府，手上也不至于短了人用。妈妈辛苦了。谢玉渊心中感叹万分，这份忠心是他前世愣是没看到的，错把好人当坏人，坏人当好人，可真是眼瞎呀。罗妈妈不知道谢玉渊心中所想，一心想着人回来了，这一回他可得好好护着，不能让二奶奶和小姐有半点闪失。那些人都是受了我恩惠的，小姐您看是把人弄到身边，还是先放着不动？我想听听妈妈的意思。二奶奶和小姐身边都没有人，得有几个忠心得力的丫鬟在身边侍候着，外头又不能没有眼线和办事的人，尽一半留一半吧。妈妈与我想到一处去了，你把名单给我，我明儿个向大奶奶要人去。最好向大奶奶提出支个小厨房，谢府的人惯会用阴招，吃食上得当心。谢渊想到前世那碗掺了东西的汤药，妈妈想得周到，就是不知道大奶奶做不做得了这个主。万一福寿堂那边……妈妈别担心，我有法子让他们同意。罗妈妈毫不掩饰地松了口气。三小姐进府2天，自己在暗处观察了2天，小姐行事和二奶奶不同，颇有些杀伐果断，像极了高府的大爷。大爷若泉下有知，也当笑了。想到这里，罗妈妈又将谢府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琐事一五一十地说与谢玉渊听，直到4更的鼓子敲响才住了嘴。谢玉渊累得不行，倒头就睡。翌日天刚晓亮，谢玉渊便去了东院。一大早的怎么过来了？来给大伯母请安，顺便在大伯母处蹭个早饭吃。大伯母不会嫌弃阿渊饭量大吧？这会儿嫌弃也来不及了。来人，摆饭。片刻光景，早饭就摆在了东窗阁下。谢玉渊用过一碗粥，笑眯眯地从袖子里掏出一份名单。这几个人我要了，大伯母瞧一瞧，瞧着要没什么问题，今儿个就让他们到我院里来当差吧。谢府这么多小姐少爷，可从来没有说自己挑人的理。薛姨娘，你识几个字，读给我听听。薛姨娘拿起纸便读。故事听完，心里的震惊如同掀起巨浪。这几个下人在谢府都属于老实本分，没什么前程可言的。三丫头刚刚回来2天，怎么就对府里的人了如指掌？若只有这一层倒也罢了，那个罗妈妈当初可是背了主的，这会儿再收用回去。大伯母，侄女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，怕有人在吃食里做手脚，害我和娘，想求大伯母给青草堂支个小厨房。你说什么？求大伯母在青草堂里支个小厨房？
不是这一句，前面一句，怕有人在吃食里做手脚害我和娘。轰！顾氏的脑袋一片空白，这话他怎么敢说出口的？放屁！堂堂千金小姐，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？小畜生脑袋被门夹过了，堂堂正正失礼传家的谢父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？哼！先不说府里有没有开小厨房这个先例，只说三姐姐你说的那些个话，可不是把我们都当做了那起子坏人了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当初我们在庄子上好好的，怎么就着了火？四妹，你猜这火是天灾还是人为？我哪知道？四妹不知道，少姨娘总该知道吧？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又怎么知道这些？话虽这么说，心里却是炸开了锅。莫非这丫头知道了些什么？不可能，庄子大火的时候，她刚刚是个会说几句话的孩子，一个孩子能知道什么？谢玉渊在众人心里掀起波浪后，气定神闲的不再说话。三丫头，大家小姐应当温柔贤德，不出恶言。我念你刚回府，说话没规没矩的也就算了，以后这种话不许再说。祖母，这小厨房的事儿，孙女能说吗？府上没有这个先例，你就不用再想了。那我要的那些人呢？谢太太正要开口说，府上也没有这个先例。哼，当初父亲大人请我们回府时，这也行那也行，一进府连要几个下人都不给，这冤真不知道该朝谁去说。饶是谢太太再精明厉害，也被这几句话说得心里咯噔一下。听老爷说折子已经递上去了，怕再有些日子京中便有回音。这个三丫头不是个好相与的，嘴上也没把了门，万一不行，还是得先把人哄住才行。谁说不行？大奶奶让那些个下人收拾收拾，去青草堂当差。是太太。凭什么？谢玉梅一听这话，柳眉一拧，银牙紧咬。凭什么这个野种就能自己挑下人？气死个人了！祖母也真是的，什么事情都由着这个野种。谢玉渊见目的达到，见好就收。阿渊，谢太太疼爱，饭要一口口吃，事要一件件做，先把人要到手再说。至于小厨房，谢玉渊嘴角勾了勾，京中的旨意怕还有半月就到了，到了那个时候他再提不迟。午后，罗妈妈拎着包袱，领着4个丫鬟走进了青草堂。小姐，这4个丫鬟分别叫秋芬、清雅、如蓉、菊生，都和咱们是一条心的。三小姐好。谢玉渊目光一个个扫过，清雅和秋芬老成些，就在二奶奶跟前侍候，如蓉和菊生跟着我吧。罗妈妈见小姐的打算与她心里想的一模一样，倍感宽慰。二奶奶避世不出，跟前2个得力的大丫鬟便够了。三小姐要在谢府上下走动，多2个丫鬟也能周全些。妈妈，小姐有什么吩咐？除了中宫的月银，每人再添他们2两银子。4个丫鬟大吃一惊，纷纷拿眼睛去看小姐。想必这院里的情况，罗妈妈都跟你们说过了，旁的我也不多说了。你们跟了我，便是我的人，但凡我能挣出一条出路，便会给你们一个好归宿。4个丫鬟呼吸一致，瞬间对这个新主子有了敬畏之心。妈妈，你们先去安顿吧。罗妈妈领着4个丫鬟离开，目光扫过每人榻上的医书，心里微微有些诧异，三小姐竟然还看得懂那些医书。傍晚刚用过晚饭，谢太太身边的冬梅踩着时辰来了。三小姐，这是从库房找出来的二奶奶的嫁妆单子，你收着。谢玉渊没有伸手去接，只是目光悠悠地看了她一眼。冬梅心里咯噔一下，只觉得背后有冷汗冒出，心想莫非三小姐知道这嫁妆单上的把戏？罗妈妈，收下吧。罗妈妈把嫁妆单子收到香笼里。三小姐不看一眼吗？不必吧，应该不会有敢在我娘嫁妆单子上动手脚，若有，那人便是找死。三小姐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去吧，替我谢谢太太。是，小姐。冬梅匆匆离开，罗妈妈关了房门，立刻把那嫁妆单子又从香笼里拿出来。2本嫁妆单子放在一起，罗妈妈每翻一页便冷笑一声，
翻到最后她连冷笑都没了，恨不得直接开骂。二奶奶装了几十条船，绵延数里的嫁妆竟然变成了那些破铜烂铁，亏着谢家做得出。谢玉渊早就预料到了，上辈子谢家就是拿本假的嫁妆单子糊弄他的，他索性连嫁妆单子都懒得看了。妈妈别去了，等时机到了，我让他们一个个连本带利吐出来。罗妈妈却还是心血翻涌，面色难看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三小姐再怎么聪慧过人，还是个未及笄的孩子，她能有什么法子？罗妈妈，我昨儿个也做了个梦，我梦到宫里有人还惦记着高家的人。罗妈妈惊得面色都泛了白，还有谁会惦记着高高在上的那一位？他。罗妈妈心里一寒，话生生卡在了嗓子眼里。妈妈别怕，谢家能让我们再回来，应该是好事。奴婢真后悔没把那对母女弄死，坏了姨娘您的好事。现在人回来，生生压了咱们一头，真是气人呐！这都是命啊，人争不过命。李嬷嬷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姨娘，奴婢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替姨娘把这个公道给讨回来。你给我起来，现在还不到时候，等时间到了，我会让你动手的。是。二爷呢？奴婢这就去打听。二爷，您来了。谢二爷俊挺的身姿走进来，李嬷嬷颇有眼色地退下去。怎么也不出来迎迎我？不许碰我！二爷，我今日是横下一条心的，倘若二爷不给我一句大实话，我一头碰死在这里，也好过受那高氏母女的罪。谢二爷刚进府，就听管家来回三小姐私挑下人，并讨要小厨房的事情，心里本来就一肚子气，再被邵氏这么一闹，当下脾气就上来了。你也不用寻死觅活的，大实话我就跟你说过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选那市井妇人来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，给谁看呢？一达，这种日子我是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我如今都成了这府里的笑话了。谢二爷也知道人字头上一把刀，可他有什么办法？自己难道不想把那邵氏扶正，顶着个绿帽子在官场上行走？他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？我为了二爷，也不是忍不得，实在是那三小姐为人做事太过分，还说怕有人在吃食里下药。二爷，他这话和拿刀捅我的心窝子有什么分别？二爷，他们回来，我二话不说让了位，连带着哥儿姐儿都成了庶出，我好脸赔尽，好话说尽，他还对我说这种诛心的话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我也不用在扬州府做人了。谢二爷刚压下去的心火被邵姨娘又挑了起来。他原是乡野出身，性子粗鄙，我想着若与他计较，反失了自己的分寸，可他连姨母都不放在眼里，你说我怎么能不与他计较？一听连太太都吃了那丫头的亏，谢二爷如何能忍，便往外走。邵姨娘见势不好，忙追过去。二爷，这是要去哪里？养不教父之过，这丫头欠管教，我得去好好管教几句。她还小，你好好说，能改了最好。哼！谢府现在要倚仗高氏母女没错，但事事处处要看那丫头的脸色，门儿都没有。男人的影子消失在墙角，李嬷嬷小跑上前，姨娘这是要……那贱货没人管教，只有让她老子管教管教，否则没得人笑话我们二房的嫡女一点子规矩都不懂。最主要的是，连连挨打可不是她邵氏的个性，也得让那丫头知道自己可不是好惹的，给我眼睛放亮点。